喜逢大运，闪耀山河。本节目由茅台1935冠名播出。哎呦，各位好！杨老师，那我们就什么分头行动，带你们来上学。哇，这小朋友，哇，我的天哪，他是个太要求天赋了，很难呢，协调力很高。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到，哎呦帅！哎呦我天哪！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有一种武术的精神在，就是我们习武之人讲究忠肝义胆，讲究大家小家。我觉得这才是中国人的根，中国人的本，中国人的武士精神。好，说得好，好，太好了，好。哎呦嚯，这吃的好啊！哎呦嚯！哎呦喂！哇塞！这个还真第一回看，从来不知道这东西。以前没见过。哎，部队到喽！喜逢大运，闪耀山河。本节目由茅台1935冠名播出。运河一路向北，辗转来到了沧州。这里临河滨海，地势低洼，自古生存不易，也因此养成了雄浑壮阔、自强勇武的风气。沧州武术天下闻名，走运团来到沧州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探寻深藏民间的武林高手。我们今天来干嘛？来过手是吧？交手，是的，走。老年模特队是吗？哎，哇，这是炸鸡特工队是吧？对。而且你看人家，哎，这太长，哎，你怎么看我们一眼走了呢？这5个不行，看不下去了。应该就在练。他给我们示范，叫我们等我一下们后面就这样走。啊，咱们也这么给咱打样了是吧？哎呦我的妈呀！来吧，咱列队吧。来，我先给你们讲一点最简单的啊。好。一提大腿带着小腿走，一提二指是蹬直了，一提二指感觉3蹬，你看脚4落，啊，这个点儿要落在脚后跟上，感觉你特别有男人味儿。有男人味。冲着往外扎。哦。哎，你往那一站呢，这种自信就是我是大老爷们儿，我是大老爷们儿。我是大老爷们儿。能我大老爷们儿，顶天立地。男人，走出霸气，走出自信。那我们试试吗？快乐。好，来，我们来试一下。啊，来，说了，你别往边上走，不行，我也用力。哎，兄弟，咱们准备走了。走了。哟，
这样啊。好像腿说要伸开一下。哦，还那个 pose， 大往哪搓的？咱俩得怎么得这样的？这。啊，哦，还要这样。快！哎呀，哎，转了！这个不知道，看不着。这太有走懵了。给我妈看到一定骂我，为什么？怎么会做这样？这不是个文化节目吗？很有道理，很有道理。但是公园还真好，只要是大爷的精神状态们都玩的挺开心的哈。就咱到这岁数，这样已经很好了。我这太极拳还行，我的陈氏太极拳的师傅是陈正雷，我的八卦掌是千水帮八卦王培生老师。在北京。哇塞，列队吧。哎呦，各位好！哎呦，各位好！哎呦，吴老师，你好，徐老师好，你好，您好，施老师是严老师。大家好，我是吴越，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八极拳我练了20多年。沧州是传统的武术之乡，所以非常期待在这儿能够碰到非遗的一些传统的项目啊，是我此行的目的。那我给介绍一下吧。这位呢，就是深藏于民间的高手通背和披挂精通，2个门派的2合1的姚老师。各位好，姚老师，这是姚老师的2位弟子。多关照啊，关照。哎呀，多关照。对，那我们就让他们几个学一下披挂和通背。我还以为来了1对1就打起来。那不是像您这身材吧，姚老师不舍得发您。不是马老师，可能1对6咱都不行，1对1。哎呀，我确实在短视频天天刷通背拳，真的。披挂的特点，我把理论性的东西讲出来。臂塞流星压塞垫，腰塞蛇形脚塞转。这个基本动作呢，你看我给你们做一下。哎呀，中间的手法啊，放，哎呀，放，这我在网上都学过。放，看着接打啊。他讲究松沉劲。你俩劈的时候看你劈了吗？看，你跟小孩玩那火龙鼓似的，看。哎呦，拍我手机上了，手机倍儿疼。做完热身，后面的行程走不了了。做完热身，你基本散架了，那吃早饭去了。不错，给鼓励。这得让那个姚老师给讲讲，这个动作在实战当中它有什么用处啊？我做这个比喻啊，你看这个劈，为什么总用？看着我不走呢，我都走那个意思啊。不是你别打我，打他，看了吗？哎。没事。哦。其实刚才姚老师用的是肘靠，其实是整个的有这个八极拳的靠劲和挑劲。它还有一个就是，它为什么要护耳呢？它有一个就是速度很快，就是单独的手。你比如说一搭手，你就是随便一搭就行。哦。这武术的叫好有什么独特的？跟咱们这个满船满点是一样的。好嘞，您呢？是吗？差不多。那我们再去别的地方逛逛吧。那我们就什么分头行动。OK， 分头行动。
来，各位，映入眼帘的这个雄伟的建筑是八极拳展演馆。哦，这就是吴连枝老爷子的开门八极。哦，孟村是八极拳的诞生地吗？发源地啊，而且一直就是高手如云。哎，吴越老师，您我有一个特别入门的问题。您说，什么叫内家拳？你问出了我想问的问题。八极拳、形意拳，这个八卦掌啊、太极拳啊，都是内家拳。内家跟外家区别在哪儿？外练筋骨啊，内练气。哦，传说啊，八极的这个老祖宗吴连枝先生的父亲叫吴秀峰先生，就是他这一拳下去，比如说，啪这一掌，完了讹上了，哎呀，我不会放，看着没什么事儿，但是过2天之后，整个你从这儿打的，你的后背就一个青色的五掌印，直接震坏内脏。内家它是能够有这种透的这种，非常透。一会儿让您体会一下内家拳。拿他来做演示，拿他做演示。哎呦，刚才已经中了啊！很简单，稍微体会一下就是。嘿，哎呀，哎呦，帅！你瞧瞧嘛，哎呦，八极拳讲究什么呀？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嚯，八极拳叫力达八方极远之地。哦。哎呦，帅！力量很大。这个风是他们刚才打过来的是吗？看他的劲力。哇，好，伟哥好，伟哥好，哎，好的，这咱们就是这个我们的大拿，哎呦，这个吴伟老师，这是吴伟老师的公子吴昊，哎呦，这个你们感受一下八极拳呗。我们也耗子们来，怎么感受呢？让耗子给你们来打我们几下是吧？不是，让耗子给你们稍微发个力，你们感受一下力就行。来，短衣襟小打扮，哎，把着全凭架势，是不是？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就是我说我们，我们把着不行，这架势得有。对，这样挨打的时候显得好看一点。对。你们稍微感受一下这个劲儿，你使劲绷着劲儿，你让他撞一下，你就知道他那整劲儿。稍微悠着点。我先给你有个心理预期啊，好，就在这儿啊。行。你先等会来，来，你们这节目有意外响啊？你们这节目？没事，你放心，你放心啊！来，好了吗？好啊！哎呦，我天哪！这还没完全发力，领教，承让，领教。刚才这个是八极拳的基本功法。叫贴山靠。过去武术当中，你要想打人，要学会先学会挨打啊，这就是练基本功的。我第一步已经学完了，对，学会挨打了。然后咱们就先来简单学习一下这个上步冲拳。上步冲拳也是八极拳的基本动作。右脚向后撤一步，撤一步的同时，右手向前转一周。接下来右手回拉，左手向前出。好，接下来左脚迈半步，后脚跟步，上步变马步，转身转腰，打哪看哪。这是八极拳最简单的动作。咱们现在是很慢这么练，但是真正发力以后变成了。
它是这种要醒气震脚，在震脚的时候有一个叫舵撵闯，舵就是直线向下，撵是旋转，然后闯是向前，就是一定是这样过去的。然后我们来简单再试一次。好，半步，上不撑拳，脚尖要转正啊，后手和前手都要用力，走，走，您这个稍微有点顺皮儿了。你得跟，然后拽这边拽这边出，你这个出，对，您不能顺撇啊。然后我们再来学下一个动作。好，我还有下一动作。下一个动作可能就稍微没有这么简单了。哦，我们再来学一个胯打，还是回到这个拉弓式。接下来左脚向回并步，向回并步的同时，左手向下挂臂，往前上步，右手轮过来，砸下去，左手护头，掌护头，接下来上右脚，整个身体。我这是挺复杂的。再来1、2，转脚转腰。护头，走上步，对，好，接下来转身，拉弓式，走1、2、3、4。完了，左右都乱了。没事，左右一倒就乱。啊，你跟着我，你看。对你到我前面就行。掌，这右手是拳，起劈上步，对，再出去，对。看着简单，但实则非常难。对，肯定不。他为什么就是功夫？不是刚学已经很不错。对。岳哥来一个，我就别丢人现眼了。我练的更趋于套路。没有，我们人家这是真功夫。吴越老师是什么？他那个练的那种风格吧，更怎么说呢？更好看不实用。不是，更舒展。好，您终于想了一个好半天词儿。但我不懂啊，就武术界确实有评价，比如外行花拳绣腿。嘿，你这么说我就得来两下了。我不是说你。什么叫花拳绣腿呀？就来几个动作吧。行，来几个动作吧。谢谢。好。当我们领教完8极拳的风采后，另一组可就难了。他们将要去到杂技大世界，体验杂技的高难度动作。江湖文化城，哎呀，这一脚进去可就是江湖了。一入江湖深似海。走，我们进江湖了。进江湖。走，段老师。行，师傅领进门。洋相在个人。哎，老师好。老师您好，您好，您好。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整个杂技大世界景区的中心景点，叫江湖文化城。
进入这个城中呢，就好像带领我们穿越时空一样，就一下子回到了当年的那个杂巴地儿。像过去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上海大世界、南京夫子庙这4大民俗艺人集散地的一个演出风貌。这里面呢，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说书唱戏、打把式卖艺的一些原汁原味的民俗表演。哇！看到我这么一抓来好，他这就来了，你看看他来没来？哇！哎，还有呢！看这个段一吹气，3轮车一样。不行，没打开，这个有掌声。怪不得一进门就说是江湖秘境，对吧？对，哎，来到这儿就是来闯江湖、感受江湖来了。大家知道吗？吴桥杂技啊，其实它和京杭大运河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的啊。因为过去那些杂技艺人们，他们就是通过大运河这条流动的通道，走向了北京啊、天津、南京等地，并且造就了许多经典的市井休闲表演。过去我看这个资料啊，就是这个运河上面这些变戏法的呀。演戏的呀，其实还挺多，而且呢，它还有不同的方式，比方说呢，在这个岸上，两岸，他可能你走过去，哎，就看见他在这里变，然后旁边也有一群观众，你在船上其实你也可以看见的。对，所以过去那些艺人们说啊，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啊，南北2京都不收，调和两岸度春秋。那这里面这个调和说的就是京杭大运河。运河是那个人口聚集区嘛，对，艺人肯定要在这个人口多的地方，而且还有一种，如果这个戏班啊，或者是这个班子特别的红火，他也可能有自己的船，就自己的船在这个河上走，然后走到那边呢，可能要问一下，哎，你们就是来演一下或者演一场，这种也有。吴桥这里不是还有杂技学校吗？是吧？就从小训练的一个地方。对，我们已经替你报名。哎，对我这个年龄是不是有些来不及了？可以的，他们要给你加强训练啊。行，等一下叔叔带你去。好，来，谢谢叔叔。来，走。哇，这是你们给我报名的杂技学校，带你们来上学。进学校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呢？系红领巾。见校长，见校长，见领导。对，欢迎，我是杂技学校的副校长，我叫王阳。哦，哎，你好，欢迎各位来。我们学校呢是成立于1985年，是中国最早的一所杂技艺术学校啊。我们学校这建校是39周年嘛，到现在是明年正好是40周年。咱们中国所有知名的团体几乎都有我们的学生，而且我们学校为40多个国家培养了600多名的留学生。那考进来要考什么？我们这个进来以后，第一是先看形象，第二呢就看柔韧性、协调性，然后力量、模仿能力、节奏感。哦，那这已经算了，我们已经筛选掉了，已经被淘汰了。我们的学生在学校呢要学习6年，前3年呢学习杂技的基本功，腰腿跟头顶，到3年以后开始根据个人能力给他们开设不同的节目，也叫因材施教吧。这是我们的一个排练场。哇，好大的一个排练厅！哇，这小朋友。哎呦！哇！我的天哪，他是个太要求天赋了啊，很难呢，协调力很高。哇！现在练习的这个节目叫川地圈，
根据他这个自己的身体条件，选择练习一些节目。哇哇哇哇！哎呦，好！哇哇哇！这个是练习了4年的了。哇，这太小了吧？太小了。哇哇哇！它好利索呀！哇哇！哎呀，看不下去了，我老担心了。哇哇哇！那个也挺厉害，那个翻帽子是吧？那个叫草帽。草帽。这个感觉很难，协调性要求非常非常高。在头上传山帽也要经过这上万次的训练。上万？对啊。谁能教我？来，我需要怎么做？哎，啊，这2个手要同时扔是吗？这个扔完了以后去摘，这个去戴。好，我虽然听是听明白了，再示范一下，再示范一下，3、2，哇！很简单嘛，你看。哎呀，来，不是，3、2、1，好，意思对，意是这个意思哈。再试，你这样，我帮着你，你扔起来，我给你抓住，来。行，走，3、2、1，对，这样啊，这个手来接啊。哦，这个手来接啊。再来。嘿，这样。对啊。哦，也很快。慢动作这是，明白了吧？哎，刚才是对的，对。刚才那个意思对，但真的好难呀。哎呦，不行，来不及，手倒腾的没那么快。所以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啊。是怎么样啊？那个，第一个就是那个。就这样，然后这个先丢起来，然后呢，丢起来，然后这个带上去，在这个，丢起来之后摘掉这个，跟变魔术似的。对。慢不起来，一慢就掉地上了。这个摘掉这个带。哎，对。我想试一下那个我能试吗？会不会？可以。你能教给我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吗？最简单的，来，然后。不行，这太复杂了，对我来说，再比这个再简单一点，就绕一圈，绕一下。哎，对，啊，我试一下哈，我先转弯子，对，很聪明，是这样吗？是这样，自动就接回来了。不要离开手，不要离开手，对，不要离开手，抓住。哎呦，马老师，哎呀，不行，还是不行。现在舞台上练的这个就叫软钢丝。哇！我的妈！啊，怎么站？哎呦！我的天哪，他这玩意儿太要求天赋了。哎呦，我的天！哎呦，这种应该是资质比较高的才有可能来练这个。对啊，他都已经毕业2年了，他才练出这个节目来，要求高度的平衡能力。哇！那个你们看过那个《神雕侠侣》啊？那个小龙女和杨过不就是睡在一根绳子上吗？不用你担心。
姑，你很本事，你绳子这么细你都能睡。他可以啊，他肯定没问题啊，他肯定没问题啊。睡觉是基础的动作。对，你看他多稳，他转过来那比睡觉的难度大多了。上半身都不动。转好啊，你们给他表演一个大滚儿。哇，好自在呀！哇！我感觉真的是综合性的，心理也得过硬，厉害！哇，这个好厉害！我有可能体验得到吗？这个很吓人呀，马老师。那可以，可以。我就从最高那个开始。再见。来，给老师做一个示范。看一下啊。好，1、2、3，起。你拿手逮着这个绳子。马老师，就光坐起来那一下子。好，谢谢。你这样，你2个腿站在钢丝当中，蹬着这个绳子，对。好。1、2、3，哎呀，上来，哎呀，上来，哎呀，等一下，往上抓。往上抓！哎，不走，然后呢，可以走吧？我的脚应该怎么放？往前站，往前抬。站起来就已经值得鼓掌了。来，哎呀！我的1小步就是人类的1大步。好，成功！哎呀，天哪！谢谢你，马老师，你刚刚完成难度比他高多了。你刚刚这个晃悠，那不好做。我是蛮高兴的，刚试了一下，人生又开拓了。以后您就可以说我是走过钢丝的马家辉了。这句好，这句。在作家里面最会走钢丝的人，有冒险精神。哎，对。他们是不是都会劈叉呀？这都是太简单了。一块劈个叉好不好？挺震撼的。1、2、3，走你！了，然后咱们去参加一下他们的课余时光。好嘞，来走。哎呀！大家好。给大家讲讲，因为我今天看大家，我给大家讲讲我小时候玩过一次杂技的事儿吧。但可能在你们那算不上杂技，就是我小时候玩过一次单杠。你们有谁玩过单杠吗？玩单杠。因为我小时候。大家看得出来，我对运动我本身就不太擅长，所以我小时候对单杠我就看有人能在单杠上转一圈，你们知道吗？你们会吗？有谁能做到这一点的？能举个手吗？我呢？还有吗？啊？撑起来，对，就撑起来转一圈的。哇，你们估计应该都能吧？但我当时真的，我班好多男孩都行，但我当时我就一直觉得我就肯定转不起来，你知道吗？就大家都在那转的时候，我就死活不敢上去，但我又很想上，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行不行，然后但我又害怕自己转不起来，大家都笑话我。那时候我真的太聪明了，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就等上课铃响了之后，所有人都跑回教室，
我自己躲厕所里了。然后我就等没人了之后，我就跑出来，在这个单杠上，就想着自己试试看看能不能转一圈。那大家猜我成功了没？成功了。成功了一半，因为我转到上面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摔下来了。你们听说过脸着地吗？我当时就是真的，我当时就脸着地了，你知道吗？就我这个地方，我额头这摔了一个大包，但当时我没觉得自己失败了，我觉得自己可厉害了呢。然后我就抓紧时间，兴高采烈的跑回教室，然后我就敲门举手说老师迟到了，然后同学都笑起来了，因为我这里肿了个大包，他们都喊我二郎神，当时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那段时间我就老被人嘲笑，你知道吗？所以说导致我后边就好长时间都不敢去玩单杠、双杠。好多体育运动我都不敢玩，但我今天我看你们真的好厉害呀！因为你们有玩那个特别高的走钢丝，有去玩各种东西，而且我相信你们在训练的过程中一定都摔下来过吧？摔过。你们练的每个项目都失败了好多次吧？但你们好像还一直在练，对不对？是。我要小时候像你们一样该多好呀！所以说也希望你们以后无论就像我一样遇到那种翻不过去的单杠之后，摔疼了之后起来自己再试一把，肯定能翻过去的，好不好？好。你们真的很棒。好，有请我们段老师。我拿了一个绘本，但是呢，这个画儿这个字有点小，对吧？这个我在这儿，大家谁也看不见。我们换一下，你们所有人都别坐在你们凳子上了。你们都来行不行？我坐在中间，然后大家就围我一圈。哎呀，来，走，来鸽子高在后面。这个画的是个啥？你们认识吗？麦子嘛。这个麦子像个人一样哈。但是你们知道人是什么变来的吗？人是猿猴变来的。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猿猴会种麦子吗？不会。哎，那这人是怎么会种麦子的呢？这怎么进化的呢？咱这一段呢，就讲讲人怎么开始种麦子的哈。假设你是一颗麦子，你叫什么名字？白雪莲。白雪什么？莲。白雪莲。假设你就是一个麦子了，你当这个老头，然后你叫什么名字？马果是哪两个字？果 OK， 对吧？这个是雪莲，这是果，然后这个雪莲就跟果说。你好，果，你看起来心事重重的。然后这个果说啥？哦，是你在说话吗？小麦穗儿。这个时候他还是野生的麦穗儿，对不对啊？然后雪莲说，他说别害怕，我可是你的好朋友。然后果说，你说的对，我是有心事，我一直在思考我的人生。你是不是一直在思考你的人生？他说，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改善它。像你这样脆弱的植物又怎么能帮助我呢？然后这个麦穗他说，这可不一定，告诉我你想改变什么。然后果说，他说我厌倦了花好几个小时追逐猎物、爬树，还每隔几周就要搭建新营地，因为这时候他不会种麦子嘛。这些小朋友太可爱了，他们明显比同龄的其他小朋友成熟很多，独立能力强。跟这些小朋友一起接触，确实收获非常多。一方面呢，心疼他们，因为每天训练确实很辛苦啊；另一方面呢，确实看到这些孩子非常阳光，他们对未来也有非常多的憧憬，刻苦训练，然后期待更好的明天。好，3、2、1。老师们来这个我们沧州啊，一定要看我们沧州铁狮子。哎呦，终于见着真容了。哦，铁的能放到1000多年，这是不容易，确实壮观。这个时期的狮子头是龙头，传说它是龙生9子的第5子。这个面是最漂亮的。哦，气势恢宏吧？
它屹立了1000多年了。我们苍州铁狮子，你仔细看，它是一个顺拐，哎，有点意思。就是说，它从各个角度更漂亮。嗯，它不是文殊菩萨坐骑吗？你看哪个神仙的坐骑是呱啦呱啦跑来的，都是飘然而至。也就是说，古代的仪态是最重要的。当年有人研究过这个狮子原先立起来的时候站立的面冲的方向跟角度吗？这个有考证吗？就这个角度，就是这个角度。因为这个位置啊，正好是冲着渤海的位置，所以有镇海吼之说。那它是分别浇筑，然后再弄的一块儿。先是做一个等大的泥范，然后呢分成若干块，浇筑完了以后再拼接到一起。应该说，这个铁狮子的这种工艺，在全世界冶金史上，当时也是个奇迹。百闻不如一见，确实壮观。沧州大运河文化研究基地啊，这专门全是狮子。接下来咱们就从汉代开始，看看中国狮子演变历史。这是汉代的狮子，西汉。我考老师们一个问题啊，这是头，这是眼睛，这是嘴，这是牙齿。好，吞了个什么？吞了个什么？吞了一球啊！舌头？不是，不是。太阳。正确。哦，太阳，也就是说，可吞日月，这叫吞天兽。这种当时的汉狮只属于君王，不属于任何人，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期，这个所有的狮子是没有任何的装饰物的。这个唐代的狮子非常丰腴壮硕。唐代啊，实际上只有4、5千万人口，但是创造了全世界58%的 GDP。那个时期啊，没有工业，所以呢，人力就是国力。所以男人强壮就可以多干活，所以这个时候就以这种丰腴为美。到了宋，宋就很清秀了，因为赵匡胤重文轻武，所以这个时期的狮子非常清秀。但是宋代呢，为咱们中国的文化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跟老师们探讨啊，古代的狮子如何分公母？分公母不是就是踩球还是踩小狮子吗？说对了1/3。张不张嘴？正确。张嘴的就是公的，闭嘴的就是母的。看那只了吗？张嘴踩球啊，这是公狮；那一只是闭嘴踩了小狮子，就是母的。元代的狮子呢，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比较圆，不是，它非常有动势，而且都是小短腿儿。因为元代不是马背上的民族吗？他们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把狮子做成这样，还挺可爱的感觉。这2只是明代的了，这个符合咱们对狮子的审美了，就是像天安门门口的狮子一样了。你说这个球代表什么意思啊？乾坤，天下，所以咱们有一句话叫掌控一切。来，老师跟我们走。你看，这2只啊，是清代的。你看清代的狮子啊，就没有那个明代以前的狮子有气势。对，我就说它气势不够，然后细节来凑。你看这个时期的狮子出现了一个问题，像狮子狗了，它没有狮子威严了。所以中国的历史文化呀，你发现在狮子这条线捋得非常清楚，把咱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勾勒得非常清晰，这就是咱们中国的东方的雕塑。欢迎来到我们中国化妆刷之乡沧州青县。沧州青县因大运河飘来的进京的红木而成为了木器之乡。青县的木工在明清时代就已闻名远近，
就连加工木器的边角料也被清显人变废为宝，打造出了在全球都举足轻重的化妆刷产业。国外和国内的80%都是出自我们这一个小县城。哦，这个厉害了。您说这个杆儿是红木的是吗？对，这个杆儿就是红木的，这个是乌木的。我们还有雪檀呐，还有什么酸枝之类的。哦，杆儿是木头的，木头也是从南方从水路运过来的嘛，还是跟它大运河贸易啊、交通要道这个有关系，利于它组织啊、分销啊、降低成本嘛。这刷子是吧？不是，这是毛，这是我们的原材料，那是第一步。我们行业称叫改制，就是把那个杂毛剃一下。然后第一道工序就是这个工序，就是把这个弄好的毛，然后用这个我们叫模具。第一步就是把这个毛放在这个管里，把它蹲成了你想要的形状。我们第二步就是有的，你像这个我们把它压扁，压瓷实，就是把它整成了这个形状，这是个鼻影。哦，专门刷鼻子用的。对，这个地方也可以刷，这修容。像我们这没有下颌线怎么？那做大一点，就没有必要用这个槽了，其实就。不是，你就拿一抹布就完了事儿，还要什么毛刷？过会儿你们也要体验，就是这个环节。下面让各位老师是用这个画笔画一下对方。对，太好了，你眼里的对方。今天所有的厂里面的姐姐们呢，就是比赛看。哦，看谁画的好是吧？石老师，多有得罪啊！一会儿看谁得罪谁更深一点吧。来呀，相互伤害啊！来呀！就是画画讲的都是个意境，你知道吧？意境。我就画他这个画我这个状态。不过吴老师的脸颊确实很有棱角。啊，问题还是原来那姿势，因为我画的是这个。不要给我画太难看啊！我觉得还行。哇哦！好了，大写意，我这是。首先我们先看吴越老师的画作。好的，你先等我一会儿啊。说一下。你看，你让人家猜是谁啊？然后没猜中，您就画就不怎么样了。这都不用说，太形象了。走你！什么玩意儿画？多好看呀！你从我这一幅画上能看到他的憨厚、勇敢、正直、善良、可爱，对吧？能看到很多气质，这个是很难由画家来展示的。希望大家给我投出宝贵的一票。我这画轻易都不给人看，你知道吗？我们先把眼睛蒙上吧。你看看，这都是懂艺术的。哎呦，还真不错，懂艺术的。您别说，画的真不错。好，我先介绍我这个作品啊，我这个就是，我不用介绍，好作品往这一挂，这就是好，它就是好。什么是蒙娜丽莎的微笑？您往这一挂，它就是吴越的微笑，以后就是世界名画。我挺喜欢的，长得跟二郎神似的，感觉。我这是画的最人淡如菊的，但是所有的画里面，我是唯一的一个画上了化妆刷的，所以这是不是应该加分？化妆刷哦，对，化妆刷，对，在这里当然应该画上化妆刷了。很好。下一个到我了，到我了。这个大家看到是这个模特好的这种重要性是吧？这个是真的好，真好画的。俗话也说得好，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施展老师的这个形象就是天生的模特，我也仅只是还原施展老师1/10的美貌罢了。整体上我觉得还是值得老师们给我投一票的，谢谢。给模特投一票，投一票。姐姐，我的亲姐姐呀，漂亮！哎呀，谢谢，不能这样吧？来，你太可爱了，姐姐。哎呦，姐姐，
姐姐，你真的长得很好看。 Yes， 谢谢各位姐姐，好久没拿冠军了。恭喜我们俩吧！我的模特也是军功章有他的一半。对，模特也是作品的一部分。主要也是因为个人形象比较好。哎，谢谢各位姐姐。行。咱们今天在这个沧州的大运河边上享用一顿正宗的沧州菜，咱们边吃边聊。吃。哎好，谢谢。吃个枣吧，吃个枣吧。我猜枣一定也跟大运河有关系。您猜对了。梨呢？啊，我都吃了。梨都是壮壮吃的。这俩这是沧州特产呐，金丝小枣，鸭梨，哦，说明严老板是识货的，跟乾隆皇帝一个品味。哎呦嘿！但是乾隆能吃到枣和梨，是因为沧州是大运河的枢纽。你说的这交通枢纽，这也很有意思。我不是特爱开车自驾玩嘛，包括我过去南下，甭管去上海，就沿着运河走，奔江浙沪啊，沧州这块绕不过去的。你从北京出来，你是走京台，你是走京沪，你还是这边走荣沽高速，都得从沧州这几个地儿走。然后你到沧州的这个河北段高速上，这个马路上运输的大货车就非常多。因为一个是从内蒙过来的，绕北京过来的物资要从这儿走，从东北过来的这个物资走天津也要从这儿走。哦，明白。严老板这样一说，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啊去一个地方啊，来回那个交通堵得不得了。对，所以就心理平衡吧。这儿从明朝就开始堵。对，就是堵，就是特别堵。而且这边在个很古的时候，就是这个交通要道，很古的时候。所以运河不是，就至少你知道运河是跟曹操有关的，是吧？尤其是这段的运河，怎么讲？怎讲？曹操在官渡之战之后把袁绍给打败了，袁绍往回退，退了之后，袁绍的儿子又跟曹操继续杠上了，然后袁绍儿子也打不过，最后一路北逃，逃到了乌桓。曹操要去征乌桓，但是曹操他的大本营在许昌啊，在河南啊。他要往燕山北边，往那边去打仗，那一路上粮草后勤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水路。所以当时在河北平原上是有很多的那些可以直接入海的河的，但是被曹操挖了一条渠，把他们全都给拉通了。拉通之后，这条渠就成了后来运河在河北段的原型。而这个拉通之后，把很多那些本来可以独流入海的河，都最后给归拢到一个地儿入海了，就成了海河。所以海河实际上是一个人工造出来的一个结果，但是它这么搞出来之后又带来一麻烦，因为上游很多的河道嘛，到下游只剩一个河道了。那一旦要上游发水的话，根本出不去啊。于是沧州这边就被搁在这儿了，所以这边就更加的容易发水啊。志胜对沧州的印象是，我们一开始先去看那个杂技大世界，就是看了成熟的那些杂技表演，就是看完之后就感觉到真的大受震撼。首先呢，给大家展示的是口雕为主的平衡技巧。现在呢，手里拿的物件就是我们厨房用的啊，铲子、勺子、碗，它们也是溜光滑滑，难抓难拿，看我怎么把它练起来的。哇！哇！你看，哇！啊！
厉害。前面啊顶的是比较小的物件，那下面换个大的，我再把这个大盆顶起来，同时呢让这个小飞叉的这个尖头放在我的额头上转动起来。我可以拿下来了吗？快，你赶紧拿下来。哎，可以看一下，再不拿就算透了。好了，下面再表演一个我拿手的，惊险度比较高一点的，我呢往这个壶里倒上一壶开水。咱有看到热气吗？有。用冰的算了。好。来，可以伸手摸一下，感觉一下是热水，很烫，手很烫，可以伸手拿一下。真的要是吗？下面我怎么表演呢？就是拿着2个木棍的尖儿对尖儿，把这一壶开水立起来。咱大家您想一下，如果表演失败了，这一壶开水掉下来，我就做了高级面膜了。太看了。那咱大家还喜欢吗？厉害，太厉害了！这都是功夫，这得多少年的功夫啊！还有2根这种比这个筷子尖儿还要细吧？对，2个东西这样立起来，然后上面再放一个热水壶，里边真的倒上热水。这事儿是从手指头缝里看的这个演出，因为我都不敢看，因为你是真担心，因为那个东西的风就是失败的概率太大了。我就感觉就是这种活真的你只有从他们去遍地讨生活的时候才能练出来的，而且就是这种就是为生活去奔波才能锻炼出来的绝活，就是一定有超常人之处嘛，在这个运河上讨生活。实际上，之前对沧州的印象就是这边需要有走镖的，需要等等这一系列的，所以这边成了武术之乡。但是我之前就有一事儿一直没搞明白。您说？对，我说运河沿岸需要保镖的，它可不止这一个地儿。哎，对，运河沿岸那地儿多了去了。是。对，为什么只有这儿成了武术之乡？您得展开的聊聊。这个可能是跟这边的地理有关了，而这地理上跟黄河有关。黄河在流到郑州之前，基本上一直是在大山里面在走的，它被山约束着，是没有办法放飞自我的。但是出了郑州之后，就进入到平原了，于是它就进行放飞自我了。那么黄河当时古代频繁的改道，实际上所谓的改道来回摆动，是在燕山跟泰山之间，或者泰山跟大别山之间，在这2边来回摆。
有的时候往南走夺淮河入海，有的时候往北走，从泰山北边入海。燕山到泰山正中间的位置，差不多就是沧州，地势最低的地方。于是只要发水，肯定发在这儿。所以这个地方，刚才志胜说到，说这边感觉得是那种很绝境当中的人，他才会去搞那样的，让你彻底服气的这种绝活。对，而这种绝境来自于哪儿？来自于黄河。所以就是整个运河沿线，确实遍地都需要保镖的。但是不是哪儿的人都进入那种绝境？对，他需要去把自个儿给练出来。对。刚才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我也想问问大家，就所谓的因为保镖多嘛，叫标不喊仓。标不啥？标不喊仓，为啥呀？标不喊仓，到沧州这儿你就不能喊标了，你得低调了。怎么叫喊标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标就分明标暗标。对，明标就是打着这个镖局的旗号，说你是哪会，比如说吴越护卫公司，比如说我是会友镖局的李尧臣。哎，对，哎，您接着来。他开着一个搁现在来说商务，对，外边就贴着大 logo 啊，吴越的这个大头像，这要是从人山头下走，这就属于是挑衅了。这排劲啊，对哦。过去要是喊标什么意思啊？到人山下，得喊着标趟子。对，标趟子就是有一路，就是我们这镖局往这儿走的这么一套话。就相当于现在，您不单说挂着吴越老师的 logo， 这个镖局往这儿还得来一段脱口秀。您到人武馆门口还摁喇叭啊，就是你出来看看，我可从你这儿走啊。会友镖局，哎，那这就不行了，打我脸上过来啊。对，原来这个会友镖局的李尧臣先生，嘱咐到沧州的时候啊，一定咱们不喊，要低调，哎，低调，把这个小旗儿就给收起来，把标旗收起来，就那意思，您把那个 logo 吴越那脸给贴上，对，灯牌也关了，对，壮壮的形象都给拿下来，打上马赛克了。他那打，我这不用打。沧州这里呢，我以前看过一些书上的记载，但是我没有和这里对上号。这次呢，来到沧州，又去了河间，我才突然反应过来，现在这个沧州实际上是明清时代2条国家大动脉经过的地方，一个是大运河，还有一个就是陆路呀，通京大道，奔北京。我们今天在河间看见这个河间府署门口一副对联，写的是上下联的前4个字啊，一个叫一路通天，一个叫九河行地。一路通天指的就是那个汉路，九河行地讲的就是石老师说的那个呀，因为黄河嘛老在这里摆动，哎，对，好多条河可能大多数都和黄河有关系，哎，对。那你想想，这么一个地方，又有水路的交通大动脉，又有汉路的交通大动脉，保镖的需求能不多吗？这是一个具体的原因。对。第二个具体的原因呢，就是保镖为什么叫保镖？一个呢，标示和标兵有关系。标兵是什么意思呢？是明朝的时候啊，在北京周围，他为了拱卫首都啊，驻了很多军队。这个标兵呢，指的就是精锐的军队。这个标兵呢，因为后来明朝后期这个军制废弛，对吧？这些兵有些就变成散兵游勇，慢慢的他就接私活嘛，哎，然后大家就称他们为标兵。总归是和大运河有密切的关系。运输，对，它经济发达的地区，它就有百姓生活的更加热闹嘛。那在这个地方需要镖师的就很多，但是沧州可不是只出镖师。那沧州我觉得，更多的练武术的人，他也不是为了纯粹的讨生活，他还是有一种强烈的雄壮之感。你比如说。我们的开门八旗讲究忠肝义胆，勇往直前，它有一个传承。这是咱们八拳的门规。门规，哎呦，无规矩不成方圆嘛。一入八旗门者，必操练健身，保家卫国，不可持血气之勇，欺压弱小，不可在国家用人之际畏缩不前。然后这个是八拳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大义。对，这是咱们大义。练八拳一定要忠义，
然后首先就是忠于国家。同门之人必以和为贵，不可逞强凌弱，相互非议，更不能引泪呼朋，结党营私，同事操戈。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切不可隔岸观火，事不关己。哎，都是仁义礼智信，都是。对，最早我们小时候练拳，也看不懂这些。那个时候，像我父亲和我爷爷他们就教我，就是说练拳的时候就把你的心性和你做人该怎么样。然后啊，而且我们练拳有一句话：人正则拳正，人邪则拳邪。我觉得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有一种武术的精神在，就是我们习武之人讲究忠肝义胆，讲究大家小家。春秋的时候，人们经常会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燕和赵的交界就在沧州。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骨子里的沧州人，乃至于我们河北人，乃至于我们中国人习武的这种坚韧、这种力量。我觉得这才是中国人的根，中国人的本，中国人的武士精神。好，说得好，说得好，好，太好了，好，哎呀，确实基本是中国的一个世界性的符号。我在南美秘鲁的时候，我跟山沟里被秘鲁警察给我扣那儿，3个秘鲁的警察跟我聊天，在安第斯山脉一小山沟里，就晚上这天儿，他们仨人对中国的了解就仨人，就是李小龙、成龙还有李连杰。对。Chinese 功夫，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仨人觉得这仨人谁功夫好？应该是李小龙嘛。哎，李小龙，他们觉得李小龙他的最先去传播的。对。然后他说，在南美你知道吗？也有他们是部队啊，秘鲁的部队是官方，是全秘鲁军队是要培训太极拳的。这哎，您看看，又说到太极拳了，你瞧瞧。对了。他们是整个军队是要学的。那讲到武术哈，我听过一句话哈，师傅教你的不是武功，是分寸分寸。哎，这分寸包括了武功的分寸，打人打到哪个力度，到哪里控制着，还有平常做人嘛，还有敬师啊，你怎么样尊敬师傅啊？礼仪这个部分呢？就是《诗经》的部分。刚才这个施老师讲过允文允武，咱们允武的事儿说了不少，允文也稍微聊一聊哈。特别刚才吴老师讲到这个一代一代的传承啊，这些根脉啊，这些事情，我就想起来咱们今天到河间，然后看了这个和《诗经》有关的很多东西。我们一块儿去了当地一个叫诗经斋。是一对父女，他们特别热爱《诗经》，收藏了无数的《诗经》版本，那个还拿出来给我们看。这事儿是特别开心，特别开心。我第一次真实的触碰到古籍，是一个明朝的一个嘉靖年间的课本啊。选了几本《诗经斋》比较有代表性的藏品，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明嘉靖年间的书，这是朱熹的一个本子。这个版式也有点像这个宋代课本靠拢啊，字刻这么大。对，哇，真的字好大呀！宋人刻书啊，叫字大如钱，这个字像一个钱一样大啊。这是明朝人刻的，但是看起来他也想模仿这个宋人的做法。这个纸墨香味，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里。当时的钟伯敬、钟兴对于这个诗的一些理解，哇，他们的字儿写的也太好了。这种批点就是古时候的弹幕啊，就看着看着。对，有一个是他有什么感想，唰飞过去了。后面有人有别的感想，也飞过去。我要介绍一下这一本手稿本啊，还有稿本。这本书，杨玉坤，这是他自己读《诗经》的一些感悟。他的字非常的漂亮，可以跟王梦金比肩。这个人虽然说没有中举，但诗、书都很绝。稿本那就只有这一本。对，这是孤本，这是孤本。看稿本呢，感觉特别不一样。
你感受到它的肉身的存在，一个作者的生命在里面。这个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就是《诗经》啊，它的传承最关键的要靠2个河间人，一个叫毛长，一个叫毛长，还有他的叔叔毛亨。我演过毛长。哎呦，我在典籍里的中国。对，哎，我想起来了，哎，对，毛先生。我演过毛长，演过孙武，演过伍子胥。今天来到这儿，正好你们又都去到《诗经》的毛长的那个，那我就那个献丑了啊！就来着这么一小段，坐正了听，坐正了听。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夫子，是您把我带到这儿来垦荒。你不仅教我读诗，更用汗水和劳作把先前种农耕、善稼穑、应地里的农耕之道传授于我。是您希望让我们生活美满，把《诗经》传下去。拜别了。好，谢谢。哦，非常精彩，真的是1级演员，瞬间进状态。给点纸巾呗。哎呦，给点纸巾。我来为国家1级演员拭泪。我的东西，是国家1级脱口秀演员，1级脱口秀演员，优秀脱口演员给1级话剧演员拭泪，拭泪。不是他也不是，人家本来没泪。说呢，这个咱们现在还能看到中国古代很多经典，对吧？但是这些经典传承下来呢，都很不容易。这个最大的一次劫难呢，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个焚书坑儒首当其冲的，就是《诗经》。这个法令上面讲了，偶与诗书者弃市啊，偶啊就是对偶的偶，2个人在这儿谈《诗经》上书，我说关关雎鸠，你说在河之洲，拉出去砍了。不能对上下句儿。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经典里头含有很多很多道理。你们在讲这个事，你们是不是在表达某种，对吧？我不喜欢的东西，是不是？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自己有什么想法啊？所以呢，这个不能来传承史书。但是呢，就有一个人，这是毛亨在前了。他呢，等这个风平浪静，等到这个汉初了。我们想啊，大概也是他背在脑子里的。哦，能背下来了。把这个《诗经》的本文流传了下来，他自己还写了解释的书。他认为这个《诗经》每一篇都是怎么回事儿，后来又传给了他的侄子毛长，然后呢，毛长呢又把这个《诗经》献给了河间献王，所以我们现在才能看到《诗经》。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诗经》呢，又叫毛诗。毛诗，就是他们2位大毛公、小毛公他们传下来的。换句话说呢，如果没有他们叔侄2个，我们现在能不能看到《诗经》是一个非常难以保证的一个事情了。是的，所以咱说这个一代一代的往下传递啊，无论是这些文化的元素也好，无论是各种精神领域的瑰宝也好，无论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武术啊，它都不会自然发生啊，不会我们坐在这儿好像觉得那个文化自然就一代一代传下去了，我们创造的这些美好的东西自然就会流传到后世，根本不是。实际上中间经过了无数次的损失，但是呢，总有人一次一次的把它捡起来，然后根据当时的他的情况再给他解释一下，往下传递下去，是需要付出努力的。口传心授嘛，是呢，口传是大德行，心授是大智慧。对。我请教个问题，我前2天看那个《诗经》的朗读，他那个
古汉语的那个朗读好难听得懂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地界儿不一样，那我要去用这个官话这个古汉语的，那你不一定能听得懂吧？对，这是不同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呢，是我们对上古汉语有很多拟音方案啊，就是语言学家呢，他猜测，谁也没见过诗经时候的人到底是怎么说话，对吧？哎，他们根据很多语言学的方式倒推回去，觉得呢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这么说话的。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是不是大家有很多这个方言？那肯定有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一个词儿叫雅言。哦，雅言呢，就是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周文化的这个圈子里哈然后我们互相能听得懂。这个雅言的雅呢，就是《诗经》的雅，大雅小雅，哎，就是那个雅。所以《诗经》呢，对于汉语共同语言的形成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就相当于普通话。对，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其实到汉朝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大家呢开始意识到这个方言的问题比较严重了。所以呢，在汉代我们看到出现了2本书，一个叫《说文解字》，另外一本书就叫《方言》。这个方言呢，就是杨雄啊，他到各地去采风啊，然后比方说船，那么雅言呢，船就叫舟，那哪个地方呢管它叫船，哪个地方管它叫航。现在带那个舟字旁的字，很多都是这么搜集来的，慢慢的它也推广。但是说到底，对于中国文明来说，方言的差异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有统一的文字。所以语言是语言的问题，文字是文字的问题。有共同的典籍还是便于沟通。对。聊到这个事儿，我还想起一些今年官媒啊、网络还说，就是目前这个网络热词热梗的这个问题。对。如果都是天天我们塑造这种网络的热词热梗，它是不是一个汉语言文化？我们要稍微警惕注意的一个问题。过去的成语其实就是现在的热词跟热梗。你比如说咱聊这个《诗经》，好多成语都是从《诗经》来的，但是意思已经变了。你比如燕尔新婚，燕尔新婚，如兄如弟啊。咱现在一说燕尔新婚，都是说这两口子一结婚，哎呀，新婚燕。实际上过去这不是这个好词儿。燕尔新婚，这是被抛弃的那个人从他们家走了以后，说另外2个负心人的那个话。燕摆下酒席，尔就是你们俩负心了我，摆下你们的酒席，庆祝你们的婚姻，燕尔新婚。它并不是一个在爱情上很完美的故事。那个时候，像成语这种热词热梗是来源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典籍。其实我也希望就是中华这些文化有传承，将来我们的热词热梗还是多来源于这些东西，我觉得更有传承，更是一些好的东西。行，志胜以后脱口秀段子里面多用点成语，我就全部用诗经脱口秀。好，太好了，太好了。哎，对，你看我们相声文哏里边那个蒋四叔就拿这个《诗经》头一句开玩笑嘛，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好逑什么意思？就君子人都好踢足球。那个时候给底层人听的相声就拿《诗经》。对，《诗经》呢，这虽然它在古代构造了一个次元壁，大家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身份。这个到现在呢，我们现代社会是个开放包容的社会，有时候呢，我们也得打破一些次元壁。让我来打破一下。好，来。我用粤语来读2句哈。哎呀，来，《诗经》有没有猜到那个这2句常听到的？知我者為我心憂，不知我者為我何求？哎，粤語不錯。这2句在我年轻的时候对我影响蛮深的。替我当时很困惑的处境哈，解开了一条路。总有人来知道我的。你们不懂我的，为我何求？我都不学，我懒得理你，就不 care 了是吧？太难了，能做到这句话。难是一回事，它给了你希望，给了你出口。就像那句老话哈，其实是外国的语言翻译过来的。不要恐惧裂口破洞，因为有破洞、有裂缝的地方，就是有光透进来的地方。
所以这种点点滴滴哈，就是不管你用唱的 rap 饶舌来唱出来，还是，你总会在你生命中会碰到哈，而且要不断的传播。为什么？人会老，会成长。别看你们那么年轻，一眨眼就比我还老。哎，那你千万别眨眼，你眨不眨眼都差不多样子啊，所以无所谓。如果让每个人，用一个词儿，或者说给沧州形容一个人物性格拟人化的话，你们怎么形容沧州呢？我就用学武功的师傅说的分寸，因为变魔术也好，杂技也好哈，那个武术更别说了哈，还有《诗经》里面教的礼仪，全部要有分寸。我觉得这样形容沧州，一个有分寸的城市。分寸好。最近不是有那种很火的什么 MBTI 测试啊什么？人格测试。它里面有一个维度，就是你的这个内心啊是外向型驱动还是内向型驱动？我觉得沧州很像一个内向型驱动的一个这种性格，一个哀愁。因为我之前啊看这种以前那种功夫电影啊，会有一种印象，就是这个拳法好像也分北派和南派嘛。南方小拳种啊比较柔一点，北方的拳种就很刚猛一点。我的印象当中，八极拳一定就是很刚猛的这种很典型的北方拳种。岳哥说，恰恰八极拳正是内家拳，他练的是一口气。那我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和沧州给我的印象又很吻合，有很多东西它是藏在里面，很低调。其实有很多东西你不去了解它，你是不知道的。但是你了解了之后呢，这个地方还是非常有魅力。内驱。对，内驱。我对沧州的印象呢是杂技学校的一个小姑娘，白雪莲啊，你是不是我们去那个练功的时候你在上面挂着的那个？一说起这个杂技呢，这个感情非常复杂啊。但是真的跟这些小朋友一起接触，然后和他们待了半天的时间吧，我确实收获非常非常多。厉害！哇！厉害！看到这帮孩子们非常辛苦的训练，每个人都在努力，他们的那种意志力让我很感动。我希望孩子们以后的路可以越走越好。所以这就是我对沧州的整体印象，非常周延。大家既然都说了这么完整了，那么大运河10年申遗，10年也是沧州梦的10年。我们行走大运河，闪耀吧大运河，继续出发。走运！吃饱喝足了，那我们出去逛逛吧。哎，前面有表演，来了。诗城闪耀夜，听那风吹过山下口，那儿唱，看大运河弯悠悠，歌曲表演，做那仙人在画中游，千年筑沧海之舟。听那风吹过山下口，看大运河弯悠悠，做那仙人在画中游，千年筑沧海之舟。言一句关关雎鸠，答一句在河之洲。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风雅颂与赋，比心游吟登临，吊古共情。与河间毛横毛长，日华君在这再传上京。对身边的路人 say hi， 对山河的人 say goodbye。要在天边泛起独白，放山我看到了顶外，已经习惯了自由奔跑，目标向前不需要带路。背着身后无限的牵挂，奋剑出鞘，穷途末路。走着走着慢慢就习惯，不去迷恋城市的绚烂。它是山顶，我在向下看，曾大过的世俗牵绊。这无限的停下把酒提起，在纸上写一站，生活留下了一切，我不回头看他人听那风吹过山下，看到云河弯悠悠，仙人在画中游，千年筑沧海之舟。吹过山下口，看到云河弯悠悠，做那仙人在画中游，千年筑沧海之舟。
深山传书，灵感不提督不愧。选区留给后人解读，这是我为自己安排好的线路。看天涯苍苍，看白龙每一根还等待在这一方。它那里边还有一层，还有一层啊！所有从植物馆再说。这个还真第一回看，从来不知道这个。对，以前没见过。茅台1935，相逢行大运，人生八喜，佳话传千里。好，说得好。我们来到了运河沧州呢，习武技艺高啊，家和体魄健，实为人生八喜之一啊，对吧？运河的繁荣与活力，成就了一段段的佳话，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诸位说对与不对？好，在古代的时候呢，达官贵人来了啊，就先放一个，但是最后一个呢，要给欢迎的话放最后。对。茅台1935，相逢行大运，特别喜庆哈。人生八喜是哪八喜呀？人生八喜啊，久旱逢甘雨，一喜；他乡遇故知，洞逢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对，大运河就全是八喜，这八喜。哎呀，喝茅台很高兴。对。大运河奔涌千年，串联沧州的侠义、文脉与匠心。尚武精神与《诗经》的风骨交融，铸就沧州人的不屈不挠。铁狮子镇海吼，傲立沧桑，见证了一座城的刚健与柔情。走运团溯古问今，从武林忠义到《诗经》长卷，从吴桥杂技的经验绝活到清线化妆刷的全球锋芒。沧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焕发新生，以文武之名闪耀中华文明的韧性与不息活力。大家好，我是运河精灵李李。下一站我们将去往河海交汇之处天津。这是一座因河而生、向海而兴的城市。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使它从古代的一个军事卫城，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见见西北角老味儿煎饼果子，叶鹤祥老师不说相声摊煎饼了，不外道理都是酥的啊！再来，好，这位姐姐我要5个。感谢老板来，吃好。哎，我的你怎么吃了？天津也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大运河一线水脉沟通南北，使天津成为南北文化交融、中西文化荟萃之地。看那大姨多时髦！大姨多时髦，姐姐，这叫姐姐。哇塞！哇！跳对吧？不会跳，咱来跳，要怎么跳？这样是吧？哦呦！好帅！哦，对！我的天哪！冬泳又来，冷不冷啊，大爷？太热了，都出汗了。大爷，学人看，如来。2月17日，我们同闪耀吧大运河一起，天津见。我